洗完盘子的两人正准备回房收拾行李，王一博刚到自己房间门口就被王爸爸给拦住了。干嘛啊？王一博看着挡在2楼楼梯上拿着扫帚的王爸爸一阵无语。你说我干嘛？王爸爸将孝赞推进房里，把王一博直接阻挡在了门口。爸，你不会是想让我和赞哥分开睡吧？王一博踮起脚尖着急地往屋里瞧，孝赞正站在门后，被王爸爸结结实实地挡在了里面。这可是我的房间。王一博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现在换了，你房间在隔壁。王爸爸指着另一间客房，笑容和煦的不要不要的。干嘛啊？我要和赞哥睡。你要不要脸？我不要。赞哥。王一博不管不顾的就想往里冲，王爸爸反身就关上了房门，顺便直接拔掉了屋门钥匙。爸！王一博抬手去抢钥匙，王爸爸拿着钥匙就跑下了楼。你这是打击报复，把钥匙还我！王爸爸把钥匙往王妈妈手里一丢，我就打击报复你了。别以为我接受了孝赞你就能乱来，滚回你屋去，我们回家吧。他气呼呼地转身走进自己的客房，摔门声差点让隔壁的孝赞以为被人砸了墙。他摸摸脑袋也挺无奈，算了算了。等到孝赞从浴室里出来，看到自己被子里拱着的一小团时，先是一愣，随后又忍不住笑了。王一博，你这是在干嘛？王一博从被子里探出半个脑袋，红着脸道，今天新学了个词。什么词？看不出来吗？你不怕你爸妈来捉女干？孝赞的浴巾松松垮垮地系在身上，赤着上半身站在了床边。王一博仰起头，看着身上肌肉线条越来越鲜明的孝赞，了口唾沫。捉吧捉吧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话落，他掀开被子直接扑到了孝赞身上。哥，我想你了。孝赞轻轻地将人放倒在了床上，伸出2只手边轻抚着他的发丝，边低头贴着他的唇问道，想我还是想要？王一博不住伸手抚摸他的头发，软软的发丝穿过指尖的触感，让人感到异常的兴奋，想让他的头发穿过自己指尖，按住他的脑袋不让他逃离，然后抱着他深深拥吻。我喜欢你的眼睛，澄澈的能把世间所有的美好都纳入眼底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每天都陪着你做开心的事情。我喜欢你的双唇总是能说出绵绵情意。我喜欢你的双腿修长挺拔匀称。谁说王一博不懂温柔？只不过除了肖战以外，没人能够拥有。今天约你们出来，我想先了解一下现在的形势。好，我先说吧。小鹿拿出手里的资料交到孝赞面前，这是你最近的黑粉数和红粉数，黑粉比例占全娱乐圈第一，但红粉也不少，真粉比例在持续增高。前几天红梅赞的发布给这么久沉寂的粉丝打了强心针，当然黑粉也在蠢蠢欲动，我估计这个月还会发动一波攻势。然后他又将手里的另一份报告交到孝赞手里，老板，这是这几天工作室人员变动情况，有几个不可靠的翔哥已经处理，还有这是黑粉成分表，有我们工作室自己收集的，也有网友和大粉一起收集的，最主要的几个我已经列出来，风车、南瓜那些就不用多说了，而太子这些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。上次我们让微博退还红梅赞的钱，已经得罪死了微博，这段时间红热搜上不了，黑热搜几乎天天上。肖战的脸上没有过多表情，点点头继续看表。当看到其中一份文件时，忍不住勾唇一笑，望向小王。正襟危坐的小王被他看得莫名其妙，
扭头望向老婆寻求帮助。小陆瞪了他一眼后解释道：表上基本没错，黑粉第一是 P 加，第二就是乐华，准确的说是摩托，有 PP 混入。当然，脂粉受了杜大老板的指示也是事实。小王脸色铁青，忙开口解释：肖老师，你听我说，这次真的不关老板的事，老板对你是真心实意的，他怎么可能下场害你？那什么网传说他下场搞你的，可不能相信，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。即使有乐华的参与。孝赞抬手阻止了他要说下去的话，笑道：情理之中，乐华参与是情理之中的事，他们不想我的事影响到王一博这棵最大摇钱树，唯粉们又想切割，很正常。这事老板不知情，真的不，你错了。孝赞将那份文件合上，将小王面前的文件一一拿到面前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王一博不傻，这些事就算没有特意和他说，他也都能猜到。说完，笑得一脸无奈地将其中一份报告移到小王面前，这是4月来他的秀堂和撞衫记录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基本都是大黑之后他为安抚 CP 粉做的功课。就这几套衣服，他点了点其中几张照片，好像是我放在北京家里的那几套吧。小王呼出一口气：肖老师，我心脏不好，你别吓唬我。他将另一份行程递到孝赞手里。本来这份东西老板是不让我给你看的，可刚才我差点以为你误会他，就打算拿着这份文件跟你申辩。既然已经拿出来了，你就看看吧。孝赞疑惑地接过那份文件，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，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全是这2个月以来王一博的行程，其中至少有一大半是他丢的时尚资源和代言。这个傻瓜不要命了吗？他看着那密密麻麻的记录，几乎没有一天能睡觉超过4个小时的。这样一晃2个月，王一博却还能精神百倍地出现在他面前，真算是个神人了。小王叹了口气：你刚出事那会儿，老板急得不行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他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，只知道是你的东西，就算丢掉也不准品牌方给别人，所以他开了低价接手那些代言和杂志，就为这个。不知道和老板吵了多少次，可他依旧我行我素。这次乐华出手，估计也是不想他继续这么损耗自己的人气。从利益上讲，换我也会这么做，毕竟剧已播完，再让2个前同事纠缠不清，其中一个还身陷囹圄，没必要把王一博拖下水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小陆仰头看着孝赞：如果有必要的话，不需要。肖战看完那些文件，将东西放到桌上，端起面前的茶喝了一口，皱眉：哪来的？这么难喝？小王不好意思地揉揉凌乱的头发：酒店里的，你来那么早，我家老板又不喝茶。3人都没有说话，整个房间里陷入了片刻的安静。孝赞闭着眼思考后面的路该怎么走，小王则担忧地在王一博的行程表和那份黑粉名单上来回扫。小陆则站在茶壶边，冷着脸，也不知道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在放空思维。咔的一声，水烧开了。小陆重新拿了杯子给孝赞泡茶。孝赞睁开眼，坐起身望向对面的小王。小王一见孝赞的眼神，就不由自主地坐直了身子。虽然老板很凶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一本正经的孝老师面前，他总不自觉地紧张。小陆将泡好的茶放到孝赞面前，他笑了笑接过：谢谢老板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孝赞端起茶杯，
看着绿色的茶叶在开水的作用下上下浮动，慢慢张开，清水也因为茶叶的舒展而逐渐变色。他轻踹了一口，然后小心地把茶杯放到了桌上。不急，事情还没发酵到顶，没点，再等等。现在手上也不是完全没有活，有些品牌打算用你放手一搏，接吗？不接，放下手里所有资源，想办法联系公益大粉。我要以他们名义开个公益号，把所有工作重点放到疫情滞销商品上，不计后果，不计钱财的做公益，先帮国家解决疫情实际困难。你想转型？小鹿皱眉看他，现在市面上全是你的负面，要是你再不出来，可能再传会越来越不像话。肖赞揉揉眉心，突然问了句，红梅赞的下载量怎么样？小鹿一愣，忙接道，非常好，一晚上就上了风云榜首位。他转头望向小王，我记得上次王一博出歌是你联系的吧？是，肖老师要出歌，作曲还是作谱都要，立意要积极向上，节奏轻快，最好词谱不要同一个团队，国外的最好，弄完后给我审核。还有，准备3首左右，到时候有的挑选。记住，我只是演唱，作词作曲与我无关。肖赞又沉吟了一笑，转向小鹿，联系易律师，筛选出恶太子等几个不太入流又具有代表性的营销号。我研究过，就现在的情况，完全可以构成刑事案件，让他着手准备一下。刑事案件一般名誉权都是用民事纠纷来解决，我这事太大，民事纠纷到头来又跟上次风车似的要死要活，我撤不撤诉都里外不是人，索性报刑事。刑事要揪出整个黑色产业链，也不能撤诉。风车他们想用老方法以死相逼，我也有足够的理由反驳。好，那我联系完律师后，让工作室出声明。出完我审核下，时间不要太早。那边准备好后，提前几天放声明，放完声明直接出歌，然后是公益。这几步要快，要在对家没反应过来之前全部做完。后续就是想黑，我们的目的也已经达到。你把王一博的行程再给我看看。小王将那张表格交到肖赞手里，皱着眉担心道，肖老师，你劝劝老板，他再这样下去身体真的会垮，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了。肖赞顿了一下，拿起茶杯喝了口茶，帮我联系杜老板，我想和他谈谈。他肯见你吗？要是以前，小王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担心，但是肖赞现在的情况，不想惹麻烦的都躲着他，就和他说是关于王一博的事，与我的事无关。青砖伴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蕉叶暮色葱，染红巾。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等你在哪里？